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当下的时空当中，宇宙给你们的指引，你们需要知道的信息。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与宇宙合一的想法赋予我力量，并在这不断的变动的世界当中鼓励我。这张牌告诉你们啊，你们内心当中的某些想法，尤其是在你们完全放松的状态下，这个时候你们的思维流动和宇宙是完全一致的。保持这种思维的不断流动，他们会在现实当中赋予你力量，依照你所想要的样子去预先设想，让宇宙的力量先去处理你要做的事，先到你要去的地方，那么你就能够依照着目标创造你的生命。而第二张牌，我爱自己，并且喜欢以伟大的神理的方式来过日子。这张牌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能够按照自由的方式选择自己的生活。出现这张牌，其实你们内心当中在近期可能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声音在攻击你们啊，这个声音会带来不安定的情绪，会让你们莫名的焦虑和浮躁。那这个时候你们要对自己说，无时不刻去接纳自己和爱自己。你们要向自己承诺，永远爱自己，永远不放弃自己。第三张牌，身体是我亲密的朋友。你们在当下接收到的来自于宇宙的指引啊，你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因为心情沮丧而滋生出一些逃避式的习惯，容易对自己过度的补偿，比如说暴饮暴食、熬夜、饮食不规律啊，甚至是去联系一个已经不爱你们的人。你们的内心当中会不断的苛责自己，否定自己。所以说，当你们接收到这个指引之后，你们就应该立刻的意识到自己现在存在的一些习惯会损害到你们的身体健康。第四张牌，我选择喜悦及和平的想法。幸福的人生，不是靠时不时的惊喜来维持的。感受到现在安稳运转的日常的珍贵啊，在那里去感受琐碎的幸福。而第五张牌呢，活在当下。其实生活本身就是幸福，我们渴望大海，其实我们已经身处大海之中了。人生的意义啊，就是活在当下的每一刻。过往的经验已经无法服务于我们，我们需要臣服于当下，活在当下。第六张牌，我喜欢学习、成长和改变。出现这张牌说明你们当下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改变的阶段。这个时候你们不能抗拒改变，你们要主动的接纳改变，拥抱改变，主动的去学习和成长。这个时候你们就拿回了关于自己人生真正意义上的主导权啊！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感到激动，因为每一次改变都意味的是人生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一扇大门正在向你们打开。永远不要抗拒改变本身。那最后一张牌，第六张牌，可以看到，就我的伙伴而言，我是可爱的；就我而言，他也是可爱的啊。这是给你们人际关系上的建议，不要看到一个人的缺点，而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因为讨厌和喜欢往往都是相互的。你们欣赏的人也一定会反过来欣赏你们，你们讨厌的人也会反过来讨厌你们。所以说，尽量的去看到每一个人身上的闪光点，这能够让你们在一个集体当中越来越受到欢迎。那接下来的这4张独角兽神谕卡是你们的守护灵想要给你们的指引。第一张牌是 intention， 意图。你们的意图会最终决定事情的成败啊，并且在你们应对一件事情、推进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更加努力有的时候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啊，你们需要调整自己的策略、意图、方法，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第二张牌是 freedom， 你们要记住啊，永远不要让一件事情，把你们的人生填满啊，无论是爱情也好，工作也罢，
你们都要给自己留出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完全自由的，你们可以在这个空间当中去做一些随机的选择。那把自己的这种人生留出空白的那一片随心所欲的区域啊，能够安抚你们焦虑的灵魂，并且这种自由也是源自于你们现在整个人的状态是被束缚的，你们受到了周围人对你们的期待啊，这也是一种束缚，这种束缚是无形的精神上的束缚。当你们能够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那一刻，就是你们重获自由的那一刻。而第3张牌是 Magic，你们当下需要知道的是，你们正在被祝福啊，在接下来会有一些很神奇的、你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它会推动你们人生的发展，给你们一个惊喜。所以说，抽到这张牌的朋友们啊，你们可以在这组视频当中许下一个愿望，这种魔法的力量啊，会推动这个愿望映射到现实当中，梦想成真，让你们得偿所愿。第4张牌 Partnership， 伴侣伙伴啊，你们的力量来源于你们所建立的关系啊。我们人类的本能是向外延伸建立关系，所以说这种建立连接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张牌 Partnership 代表的是一种人生伴侣啊，人生伴侣的这种关系一旦建立，你们就能够看到对方的心，与对方的灵魂共舞啊，力量自然也就来了。所以说你们要学着走入到人群当中去，尝试着建立一段关系，这种关系能够让你们认识到一个未曾发现的自我。你们要清楚自己是谁，要做什么，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又保持一颗炙热的心，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一生。这就是我们这组牌面上想要传达给你们的信息。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第2组牌的第1张牌啊，这张牌告诉你们，当你们爱着一个人的时候，你们要呈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如果一个不能接受你真实表达的人啊，不可能成为你真正的人生伴侣。第2张牌，我信任我的直觉。这张牌可能是因为你们当下正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抉择当中。当你们面对选择的时候，你们理性的判断和你们内心当中的声音，有时候给出的指引是互相矛盾的。这个时候你们要优先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因为你们的直觉是你们灵魂的语言啊，它代表的是你们最高级别的利益。只不过有的时候你们内心当中的声音，它告诉你们的信息，你们暂时还无法理解。有的时候那个声音甚至希望你们放弃掉当下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啊，这会让你们陷入到困惑当中。但是有的时候放弃是为了更好的得到啊，它一定是在更大的格局之下所做出的一些判断，只不过在当下你们无法理解而已。那第3张牌呢，我看到自己和每个人的美善，这是一种生活哲学。你们能够在任何事情和你们接触的任何人当中都看到它具有对你们正向影响的积极的一面。如果你们自己是积极的，那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是积极的，你们同样也会和积极的人一起做朋友。如果你们是消极的，那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一定也是消极的，你们同样也会吸引到那些消极的人。如果你们是可爱的，那么这个世界也一定是可爱的。第4张牌，我深深的明白，老天总是尽可能的以最好的方式来满足我的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当下的这种需求和渴望没有被满足，说明时机未到。万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你们渴望的那些机会最终都会到来啊，只不过他们到来的方式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你无法预测到宇宙的意图啊，你只能全然的接纳。第5张牌，我喜欢逐步认识新的朋友。其实你们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呢，你们的情绪会得到释放。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人际关系会给你们带来很多的困扰，你们会选择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内。当你们和自己相处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你们可以安然的享受当下。但是这样的话，这种舒适区也会变成一个枷锁，束缚你们。当你们走出去，
认识到新的朋友的时候，这个过程就能够变成打开或者说挣脱这种枷锁和束缚的一把钥匙。那么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的连接，其实是能够帮助你们对抗这个世界的，它能够形成一种对抗这个世界荒谬和虚无的一种力量。而第6张牌呢，每天在生活当中出现的新点子，协助我和过去和解。不要抗拒那些这种天马行空的思维能量带给你们的一些启发。一个想法和点子都值得你们认真的去对待，因为每一个想法都意味的是人生完全不同的可能性。第7张牌，你们要注意自己在财务上的这种收支平衡。金钱，还有就是你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掌控金钱，如何掌管这种金钱的流动。无论是大手大脚还是过分的节约和保守，都会影响到你们的生活。金钱的课题或者说它的目的一定是为了让你们更好的生活的，所以说如何达到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它会影响你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接下来的这4张独角兽神谕卡呢，是独角兽守护灵给你们的指引。第1张牌就是 Abundance 代表的是富足这种富足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还有精神上的富足，代表的是你们在未来会得到爱你们会感到自己是被爱着的。那么这种富足的状态需要你们拥有充实的生活本身，并且拥有一颗自由、喜悦、充满爱的心。我们需要每天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且对自己不断的进行自我暗示，同时去拥有或者说重拾自己的爱好，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感到轻松的、愉快的、放松的事情。这个过程你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富足，变得越来越感恩。第2张牌是 Hope， 希望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所有的希望都存在于你们的本身当中。人类所有的智慧都凝聚在2个词语当中，就是等待和希望。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未来它会变成滋养你们成长的一种养料。有希望是一件好事，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事情，而好的事情从来都不会逝去。第3张牌是勇气 Courage， 这种勇气是让你们放弃那些不爱自己的人放弃那些没有回馈的事情，这同样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并且这种勇气也来自于你们主动选择自己生活和爱情的一种勇气。我们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是我们能够选择怎么爱怎么活。永远不要让生活本身的束缚把我们困在原地，我们有能力去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第4张牌就是 Action 行动。这张牌它提供了一种很明确的方法论就是你们要先怀揣希望，永远相信你们值得那些美好其次就是你们要有勇气选择自己的生活，并为之努力且付诸于行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记住，不要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也许你们正在等待正确的时机，但是当下立刻就行动起来，比你们等待正确的时机要更加重要。因为你们的未来的人生的轨迹会因为你们的行动而发生改变，行动会赋予你们最大的生命力。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第3组牌的第1张牌，我们每个人都有意义的方式来享受宇宙间的财富与丰盛。那这张牌提到了这种有意义的方式是你们认为有意义的方式，而不是别人。所以说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这种有意义的方式，那是他们认为的，你不要被别人的观点所绑架，你们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度过一生。而第2张牌呢，我信任我的神性会指引我做出哪些改变，也就是说你们内在的智慧会在必要的时刻给出你们指引和帮助。如果你们现在内心当中有一种隐约的忐忑不安的感觉，那就是你们现在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第3张牌，我喜欢鼓舞并激励我周围的人。你们要注意自身所散发出来的气场
会影响到你们身边的人，并且你们身边的人会受到你们的影响。而第4张牌，我从经验中学习，并认为走不同的路是绝对可行的。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不必和其他人一样，做同样的选择，过着同样的生活。你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人生，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度过一生。有的时候，可能这种想法在周围人看来是叛逆的、与众不同的。但是你们要记住啊，凡是叛逆的都是伟大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强烈的生命能量。你们完全就可以追随那个与众不同的选择。对待生命，你们不妨大胆一点，因为你们最终都会失去它。第5张牌，我带着爱去关心身体，逐渐了解身体所传达出的隐秘愿望。你们在关心身体的过程当中，你们的身体会发出一些信号，那些信号代表了你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当你们能够了解你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的时候，你们就不会轻易的迷失，任何事情都无法让你们轻易的堕落它会成为你们未来生命的方向。第6张牌，我安排时间休息这张牌是在告诉你们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你们会意识到很多的困难不是熬1、2个通宵，或者说不吃不喝的学习工作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克服的，这样反而会让你们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造成身体和精神上的无限疲惫。该休息的时候就要去休息，只要每天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那这就是前进。第7张牌，我放下不再属于我的一切，敞开心胸接受转变。这张牌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坦然地面对失败和结束那些不属于你们的一切。只有放弃那些不属于你们的一切告别错的事物，才能够迎来真正属于你们的人生。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的坏事包括失败和结束。所以有的时候结束和开始其实是同一件事情，每一个结束都会带来另一个开始。放下不再属于你们的一切，你们现在要做的是敞开心胸接受转变。而接下来的这4张独角兽神谕卡呢，是你们的守护灵想要给你们的指引第1张牌 Growth， 成长。这张牌你们只需要记住所有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对你们成长的一种邀请，只不过在你们当下是无法看清的，因为当局者迷。只有在你们熬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时光之后，你们回头再看，你们才会发现过去的那些事情是如何对你们的生命产生一个积极的影响的。生命当中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记住了哪些事情，又是以何种方式铭记他们的。通过铭记这些事情，你们会从中得到很大的收获，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第2张牌是 Friendship， 友谊会帮助你们成长，而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连接它会成为怎么说呢？就是说友谊它是你们和这个世界连接的一种方式。在关键的时刻，你们身边的朋友会帮助你们走出困境。友谊是你们人生的宝贵财富。而第3张牌是 Rebirth， 接下来你们会迎来一个重生因为你们在把那个过去的自己重新拼接起来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在失去的废墟之上重新建立新的生活。生活也许会让我们遍体鳞伤但是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而第4张牌是 Cycles， 它其实带来的是一种重复和循环有的时候你们可能感觉自己在经历了一个轮回在不断的重复和循环。某个周期你们努力了很久，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无论你们是否承认当你们感觉到自己回到原点的时候现在的这个你和过去的那个你眼前的风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看似那些莫名其妙的重复和轮回它的背后一定有某样东西在等着你们。那是一个礼物那是一个在迷宫尽头宇宙为你们准备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为了回馈你们对于生活的那种坦荡的热爱。你们在重复的过程当中也会领略到人生的意义，并且最终你们会打破这种重复和循环，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进入到一轮新的循环当中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得到成长和改变。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第4组牌的第一张牌，选择的权利操之在我。也就是说，过去的你们可能一直都是在被推着向前走的，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当中。但是如此一来，你们会在某种程度上感觉不到生活内在的意义、热情还有动力啊，因为本质上你们并不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出的选择。当你们没有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没有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的时候，你们会很容易丧失掉对于生活的那种热忱和期待。所以说，你们要在未来拿回属于自己人生的主导权，要意识到选择的权利永远在你们的手上。你们应该像云彩一样，被风吹过的地方就是你们可以成为的模样，而且你们可以成为任何你们想要成为的人。第二张牌，在生命之流里，我感到安全。现在的你们敏感、焦虑、害怕，过分担心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害怕拒绝别人，没有内在的安全感。但是你们要告诉自己啊，你们是受到宇宙和大天使的庇护和保佑的。第三张牌，我放下跟别人的比较和竞争。你们的不幸福来自于你们总是在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在比较的过程当中会迷失自我。在人生的这个跑道上啊，有命运为你们设置的时区，在这个时区当中，你们既没有领先也没有落后，你们的对手只有自己。而命运的时钟会让一切都准时的到来。第四张牌，我渴望正向的改变，因此我接纳目前的自己。这种改变正在发生啊！当你们接纳到指引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生了。你们的未来，的可能性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正向的、积极的。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断的接纳自我，给予自己积极的自我肯定啊！现在的你们是要停止内耗，接纳自我。停止内耗的一个最快的方法就是和自己和解，同时不要过分的活在别人的期待和目光当中，也不要纠结一件事情有没有做好，不过度关注细节，是一种豁达自信的表现。而第五张牌啊，所有神圣的智慧带给我的经验都将帮助我成长啊！这种神圣的智慧来自于你们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它会让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逐渐觉醒，而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必将成为你们未来生命的方向。第六张牌，我让新观念在潜意识当中成长。其实你们内心当中一直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想法，因为受到了外部世界客观因素的阻碍和限制啊，迟迟没有付诸于行动和实践。但是这个想法一直在你们的脑海当中啊，它不会轻易的消失掉，它会慢慢的成长。直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这个一开始微不足道的想法将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巨大的改变，迸发出巨大的能量。第七张牌，我知道我值得拥有美好的生活。你们一直都值得拥有美好，只不过呢，过去的你们可能曾经深陷在黑暗的谷底啊，曾经遭受过质疑，被打击，但是这并不能够摧毁你们内心当中那个真正渴望美好、值得美好的内心。你们在未来依然值得那些美好。首先，你们要坚定的相信这一点，因为拥有美好的第一步啊，是深信不疑，你们在未来会得到那些美好。所以说，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接下来的这4张独角兽神谕卡，是你们的守护灵给你们的指引。第一张牌是 Beloved， 你们是被偏爱的，在未来你们会被坚定不移的选择和偏爱啊。这种爱会把你们包裹起来，让你们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安全感。第二张牌是 Receive， 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在接下来也会接收到一些来自于宇宙送给你们的礼物啊，可能是你们一直所期待的某个结果，或者说目标啊，会比你们预期当中更快的来到你们身边。这种 Receive 也是把你们从一种封闭的状态当中解脱出来的表现。现在的你们正在敞开心胸，接受转变。而第三张牌是 Intuition，直觉啊，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
关于那个未来能够让关于那个让你们感到忐忑不安的未来，其实你们内心当中能够隐约的感觉到啊，他们是明亮的，他们是温暖的。你们在向内探索的过程当中，会重新找到那个迷失的自我，会看到你们内心当中真正的模样和无比坚硬的内核。而第4张牌是 Trust， 你们对生命本身的信任和相信有无限可能性的那个勇气，能够帮助你们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谬和虚无啊。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你们可以得到你们内心当中渴望的那些东西。因为当你们渴望的时候啊，那些事情啊，那些机会就在被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渴望所吸引。你们要始终相信生活当中很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你们相信什么，你们就会在未来体验到什么。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